布鲁克漫威争锋系列的奥创终于端出来了，我自己是一直在期待的。不过先说好，在游戏中我是没玩过这个角色的，印象中就是一个非常吃操作的奶味。期待的原因纯就是因为这个造型非常符合我个人的审美，实在是太帅了。包装方面就是这样，正面一个大峰会，背面是一些配件展示，包装整体也比同系列的前几款大了不少，而且前几款都是超越版，这次的奥创是传奇版，整体的板件数量大概在10片左右，我花了将近2个半小时拼装完成，不过难度并不高，我自己是边看剧边拼的，基本上是看一会儿拼一会儿，非常休闲。如果你是经常玩拼装玩具，经验很足，或者说是全神贯注进行拼装的话，估计会完成的更快。来看主体，整体的造型你觉得怎么样？反正我认为是要比复联2中的奥创要更酷一些。那倒也不是说电影中的造型不好，就是感觉太拟人了。而漫威争锋中的奥创就要更为冷峻科幻，更符合我印象中的高科技机器人。唯一感到美中不足的就是感觉整体看着太素了些，如果有动手能力的话，加点阴影，应该会好看许多。在拼装过程中就可以发现，布鲁克使用了非常多的透明件，以此来还原游戏中的发光效果，最后呈现在主体上的观感也属实不错。而在此基础上，他们还做了灯组，亮灯后就是这么个效果。不过关于开关方面有一点小问题，把2个绝缘片拔出后，可通过摇晃来开启灯组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关掉。我是上下左右怎么摇都没有把它摇关回去，后面干脆把2个绝缘片各剪掉一半，之后在不影响拼装的前提下留一点点尾巴插回去。想要亮灯的时候就拔出绝缘片摇一摇，不想亮灯的时候就不拔绝缘片，这样在把玩的时候也不会误操作。可动性方面，抬头、低头、左右转头，手臂平举、手臂弯曲，这里可以进行平转，腰部前后弯腰、左右转腰，腿部前踢、后踢、侧踢，膝盖弯曲，脚部可动，可动性是很够用的。不过在我印象中，奥创也没有太多大开大合的动作。接下来看看配件，附属了一对替换手型，区别就是手指的弯曲幅度不同，没有给到握拳手就非常可惜。此外，还附属了一个手炮和一支光刃，都是通过胳膊的插拔进行替换，而且光刃还附属了一个特效键，就是这样先拔出原来的一半，之后再安装上去，就是这样，感觉更有动感了。还有这个光盾，就是这样插在地台里搭配着使用。哦，对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布鲁克下次多送一节支架，不然原本就附属2节支架，想摆出腾空的造型就感觉怪怪的，脚不离地。除了这些，之前在展会上放出的这个王座也附属了，当时看图片还在猜测实地出货的时候会不会附属。而且王座的背面是可以存放配件的，手型插到洞里，然后手炮放在下面，光刃竖在中间。
如果光认是动态特效键的话，就把其中一只手型转到上面这里。看回正面，虽然会穿帮，但我自己还能接受。看到这里，你觉得本款做的怎么样？我觉得大体做的还是蛮不错的，而且也填补了市场空白。毕竟市面上漫威争锋相关的周边真的算不上多。本款的官方售价是199元，喜欢的话就直接冲。那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你的一键三连是对我创作的最大帮助。那我是飞狐，我们下期视频，拜拜。下班了，终于录完了。